那我觉得这个云德模式非常特别，就是它开始引进了一些公民参与的这个机制，它让整个公民可以参与在这整个再生能源的开发计划里面。那德国当时在筛选是不是哪一个地区可以来开始进行这样类似的一个计划的时候，是有几十个这样的村落的个案。那云德被筛选进来，我觉得也有几个成功的关键，因为他们基本上各个社区都有做过一些参与。那这个云德这个村落，其实他们的社区的凝聚力，还有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社会网络或者资本，其实远远超过其他的一些社区。那在类似的相同条件之下，所以云德在德国政府的这几个筛选里面，后来被选为这样一个示范计划的一个执行的区域。我觉得在云德这个模式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所谓电力的或者能源政策的民主化，也就是我们过去在购买电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电力是来自核电、水力或者等等火力发电的能源。那但是在德国，他们其实民众其实是有选择你哪一种发电来源的。但台湾因为一方面我们的这个发电，他们的目前的技术他们混在一起，那一方面我们的再生能源的比例也非常的低，所以我们其实在民众在想要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可以选择有机的或其他健康的食品，可是你想选择一个对环境友善的绿色电力，在台湾的目前的制度是不可行的。就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们其实愿意多付一点钱，但是给我们比较安全跟对环境友善的绿色电力。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发起一个叫风绿电联盟，其实希望民众可以愿意每个月多付一点电价，然后来做这样的选择权。